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王真。最近一段清华教授彭林的演讲点燃了舆论场，他丢下一句石破天惊的话：中国现在有太多人成了半人。乍一听刺耳甚至冒犯，可细细想来，却像一记重锤敲在每个人心口。因为我们的日常真的到处都是半人，而更可怕的是，要让半人变完整，原本应该靠教育，但在中共统治下，教育却在从育人沦为造螺丝钉。最近更有传闻，教育部正悄然向国防2部靠拢，学校不再是启蒙的地方，而是训练场、动员令。孩子们的未来正被一步步军事化，变成政权的预备役。这股阴风令人毛骨悚然。所谓半人，彭教授的解释很直接，并不是指身体残缺，而是活得不完整的人，不爱动脑，不愿思考，不敢质疑，习惯人云亦云。生活中的一切全靠手机，靠演算法，靠他人意见，失去了独立判断，也失去了有趣的灵魂。这现象我们太熟了，想想日常的生活场景，出门可以不带脑，但必须带手机。出门没手机，恐怕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。买个牙膏要翻100条评论，好像没有别人推荐，自己就不会选。朋友们聚个餐，餐桌上不是聊天，而是集体拍照发朋友圈，然后低头滑屏，全场沉默。中国青年报说30%的人每天在线聊天4个小时以上，怎么现在不在线就不会聊天了？似乎人与人之间面对面沟通的能力已被掏空。而手机成了人类史上最快融入身体的器官，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，比眼镜、假牙深入得多。而大脑却像个多余的附件，慢慢缩水，最后被闲置。这种现象不止于个人习惯，更渗透进价值观、教育和整个社会氛围。以前孩子的梦想是当医生救人，当老师育人，如今更多是当老板赚大钱，当网红住大别墅。教育部数据显示，60%家长只关心孩子分数，不到20%会聊到做人要诚实，怎么跟同学相处。成长的关键词全变成分数、钱、名利，唯分数唯一，唯金钱至上。所以学生沉迷题海，盯着分数，却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。打工人拼命熬夜做绩效，却从不思考这份工作是否有价值。在无处不卷的氛围中，家长焦虑，孩子焦虑，打工人也焦虑。大家都在跑，但谁也不知道这场赛跑的终点在哪里。清华教授直言，半人多了，社会就难进步。这不是危言耸听。当每个人都只会被动接受，不思考，不质疑，人人只会跟风，哪还能诞生真正的创新？彭教授举了一个对比鲜明的例子：20年前，一名山区老师领着微薄工资，天天背学生过河，还义务教村民识字。他没房没车，眼里却有光。那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完整的人。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半人？原因一，教育畸形。学校长期重分数轻思维，孩子被题海压得喘不过气，学会的是怎么解标准答案，而不是如何独立思考。清华经管学院开设过批判性思维课，老师1对1批改作文，指导学生如何自己提问题。但这种教育模式太稀缺，大多数学校依旧停留在刷题层面，少有空间培养独立人格、批判精神。原因2，文化快餐化。短视频、直播、碎片化资讯，让人习惯了即时答案。遇到问题，第一反应是搜答案，而不是想答案。思考的肌肉越来越懒，评论区成了我们的大脑外包。原因3，经济压力巨大。如今的高房价、长时工、低保障，让人只能盯着钱活。梦想和情怀、诗与远方都被如何活下来取代。父母教育孩子只能是好好学习，将来找个好工作，多挣钱。现在周末的公园里人潮如织，但不是来放松的，而是家长赶着孩子补习的战场。曾经一家人坐在草地上晒太阳聊家常的画面，成了奢侈的回忆。入夜后的小区灯火亮着，
有人在加班赶报告，有人在直播间里一件件下单。整个城市像一台巨大的机器，只有钞票的声音才能暂时安抚焦虑的心。原因4，社会缺乏安全感与信任。在一个规则模糊、信任缺席、人与人之间冷漠的环境里，人们本能地选择不去挑战，于是大多数人只敢低头过小日子，保持沉默，变成一个半人。长此以往，完整的人越来越少，半人越来越多。这样一个半人社会，敢问路在何方？这样的社会会陷入一种麻木而不进步的恶性循环。没有人思考，没有人创新，没有人追求理想，没有人愿意站出来，社会就会越来越冷漠。年轻人看不到希望，中年人只求苟且，老人无处依靠，人间的真情被冷漠的交易所取代。半人时代不是教授的危言耸听，而是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。当我们把脑子交给演算法，把灵魂交给焦虑，把人生交给分数与金钱，我们确实只剩下半个人。要想活得完整，就得学会用心用脑，而不是只会用手指划荧幕。要主动跳出半人陷阱，别让手机替你思考，试着放下手机，走出去，和真实的人交流。说到底，要想摆脱半人时代，最重要的还是教育改革。孩子不能只会背答案、刷题库，要学会思考，更要学会思辨，学会求真，才能真正成长一个完整的人。可问题是，在中共的体制下，这种改革能落地吗？答案显然是做不到，因为中共需要的不是会独立思考的公民，而是会服从命令的工具人。而最近的一则新闻更是让人毛骨悚然，教育部正在往国防2部的方向改造，这意味着中国的教育不但没有要走向启蒙和自由，反而在彻底军事化，成为政权培养听话人的机器。这股阴风还是刮过来了，中国教育正在被军管化。最近一条视频在中国大陆短视频平台某音上疯转，老百姓负责生孩子，国家负责教孩子，把教育部改成国防2部，学校要完全军事化，退役军人进驻学校，负责孩子的三观教育、行为教育、习惯教育。这种说法乍听荒诞，但火得厉害，一出来迅速获得超过30万的点赞，下面留言一片叫好。这个说法最早来自数年前疯狂英语李阳的一段视频。中国教育唯一的希望就是把教育部变成国防2部，让3000万退伍军人成为班主任，把我们伟大军队的优良传统作风传给每一个中国青少年。不止李阳一人发声，随后类似视频越来越多，现在几乎每个这种论调的视频都是高点赞、高转发。尤其93大阅兵后，大陆民众情绪高涨，军队和军人顿时成了人人吹捧的香饽饽。普通家长看了也开始疑问，孩子以后是不是要像部队一样上课、列队、听指挥、向右看，统一行动、统一价值观？教育部真的要被变成国防2部吗？这种风声让人不寒而栗。如果大陆教育真的国防2部化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军教风格强调服从、纪律和统一价值观，那么思辨与质疑的空间、言论与思想就会更被极度压缩，社会自由感与文化多样性将不复存在，学校也将只生产出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人，再无独立思考的能力。那么为什么这种说法会在此时此地这么有市场呢？长久以来，孩子的应试教育、刷题文化压迫巨大，而大人的经济压力、房价、失业率、公共资源不均，让人人焦虑。在教育改革困局加剧和社会焦虑与安全感缺失的大环境下，很多人认为军队的纪律与秩序感是现代社会中缺失的东西，特别是在阅兵仪式那种整齐划一的步伐里，民众仿佛被打了一针鸡血，又灌了一碗鸡汤，一时陷入集体迷幻。于是退伍军人当班主任，军队作风进校园，这些本该荒诞的主张反而显得格外动听。在清朗网络空间和抗战爱国主义等舆论频出的大背景下，不禁让人有种不祥之兆。
教育体系正在被意识形态紧紧控管，这种言论能迅速被放大与传播。中央政策也确实有动作配合。去年，中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，要求各学校小学、中学各阶段都要开设国防教育课程。不少地区响应号召，还真的选派退伍军人担任国防教育辅导员，开创了兵教融合的新局面。虽然现在还没有任何官方文件明确宣布要把教育部全面军管，但现有的政策走向已经让这种传闻更像是未来的可能选项。军教式的说法之所以有市场，是因为它既找到了社会情绪的共鸣点，也契合了当下的意识形态氛围。一旦政策层面继续加码，从语境到实操，恐怕就会顺理成章。这样的主张现在看可能只是网络传说，但它却照亮了中国教育体制中惊人的裂缝。教育部真的变国防二部，或许过于极端，但从相关政策在向那个方向靠拢的迹象，也不能不警惕。教育变成军事，就真成了思想控制的工具。我们不得不问，中国孩子的未来在哪里？在这样的体制下，大陆还会有真正传道解惑、培养独立思考、人文情怀和多元价值的学校吗？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